所谓端法本来是推拿的一种手法名称，是由两手或一手拿定治疗的部位，依据病情从上向下或从外向内用力的托起。顾名思义，端法有端正端复原位的含义，是指恰到好处的使用后天八卦起卦之意啊。后天八卦起卦的方法是以万物为上卦，方位为下卦，以事物的卦数与方位的卦数之和，再加上时辰数除以6，以取动摇，就是以八卦万物的属类取为上卦。这个故事呢，是讲邵雍先生在散步的路上，这个时间是己丑年丁卯时，看到一位老人面带忧愁之色。从巽方来说，也就是东南方，后天八卦东南方为巽卦。邵雍呢，就上前问老人道：有没有什么忧愁的事情呢？老人回答：没有。这个时候邵雍感觉有点怪异，就以老人代表乾卦作为上卦，所来的东南方为巽卦作为下卦，是天风姤卦。由于乾卦先天数是1和巽卦先天数是5，再加上丁卯时为4数，相加的合数是10，再以10除以6，余数是4，为天风姤卦4爻为动摇。支卦便是重巽卦，互卦是重乾卦。周易天风姤卦的爻辞曰：包无余，起凶。这个周易爻辞说明是不吉利的。用卦体论述的话，下卦三化卦巽卦为体，属木，代表自身；上卦三化卦乾卦属金，金克木，互卦又是重乾卦，都是克巽卦木，没有生气的意象。老人呢，又是行色匆匆在行走。支卦又是重巽卦，巽卦先天数是5，成卦的数是10数，所以取一般的数为5，应期应该在5日内。邵雍呢，就给老人说道：你5日内要谨慎外出，不然的话可能有不好的祸事发生。第5日，老人果然因为参加喜宴，吃鱼的时候不慎被鱼刺卡到而过世了。这便是端法起卦的例子，用后天八卦起的卦。很多初学易的朋友对先天和后天八卦不好理解，可以这样来理解啊。周易是后天八卦，爻辞卦辞都是周易的内容，先天八卦是没有爻辞卦辞的，只有所谓的现象。一个三化卦是代表什么象，然后通过阴阳五行的深刻关系来判断推测因果关系。后天八卦可以通过先贤标注的卦辞、爻辞的事例来进行判断标准。所以后天八卦起卦要先看爻辞，然后看卦的体用深刻关系，推测应期，可以根据事物的动静来决定事情的迟缓。如这个例子，老人行色匆匆，应期就是进和快，以成卦的数均分取半数为应期，再以支卦的先天数为佐证。如果是坐的状态，就以成卦的倍数为应期；如果是站立的状态，就以成卦数为应期。但是我们学艺一定要学会变通，就如牡丹被踏毁和雀鸟争梅之坠地的例子，应期的推测就不是成卦的数了。推测思路也可以翻看前期的讲述。毫无疑问，这个例子可以说是梅花易数比较经典的案例。可是现实学习中呢，我们往往得到卦后总是很难找到一个突破口去推测验证。个人觉得，除了要学习易的变化深刻道理之外，还要培养自己的直觉。用现代话来说，就是条件反射，一种观察事物细心的能力。这个案例中，邵雍先生以自己的直觉认定老人的面部面带忧愁之色，所以才问及老人有没有什么忧愁。得到老人肯定回答是没有的时候，便起卦推测。所以邵雍先生条件反射地认定老人面带忧愁之色，才是起卦的主要因素。还有前面讲的雀鸟争梅之坠地，邵雍先生感觉奇怪便起卦的例子。还有客人问牡丹的运数，客人问今日动静如何等等，都是邵雍先生根据自己认定的面部表情或是奇怪的现象，这种条件反射也可以说是直觉来推演断测的。邵雍先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条件反射的能力呢？也是我读了邵雍先生的渔樵问对的这篇文章，才逐渐的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能力。渔樵问对里面说的看待世界的3重境界，初级用眼观，中级用心观，高级用理观。有兴趣的可以看一看渔樵问对的视频。下集咱们再来讲述一个少年面带喜色的面部表情，牛哀叫，鸡悲鸣，哭之坠地，邵雍先生起卦断测的案例，我们一起来分析感悟一番。